待機、跳躍、移動，這是角色3個最基本的功能。如果完全面向過程，那麼你角色控制腳本的物理邏輯大概率是長這樣的：3個功能需要多個條件判斷。此時，如果你想增加受傷功能，那麼只能再來一個判斷。如果你想做的再細緻一點，空中受傷有不同的表現，那麼你可以繼續在 else 這裡添加代碼。如果你的角色行為繼續增加，它會迅速變成一場難以維護的噩夢。今天我們將用遊戲開發中最強大、最優雅的設計模式之一——有限狀態機來徹底解決這個問題。先來介紹一下什麼是狀態，其實它就是在某種條件下的行為。那麼這種行為在遊戲世界中可以分為4個部分。Enter 一開始執行的動作 ，Ist 則是這個行為在結束時需要做的事情。POSIX Update 可以理解為行為的指導思想，而 FixX Update 則是實現了角色物理特性上的變化。這2個方法在實際應用中會直接寫在腳本的 POSIX、FixX POSIX 方法中。那麼行為之間該如何切換呢？使用 Godot 中的特色機制信號會是一種非常不錯的選擇。可以在 Update 方法中通過信號內置的 Emit 方法切換到新的狀態。在搞清楚基本概念以後，我們來看一下具體的代碼實現。State 腳本中聲明了 CharitableD2D， 方便各種狀態可以直接使用它的方法。這是信號，參數是新狀態的名字。可以看到我加了一個 ready 方法，這行代碼的作用是等待物理幀，確保所有節點都已經準備好。下面4個方法剛剛已經介紹過了，不需要添加任何的功能，直接 pass 就可以了。具體的邏輯會在各個狀態的腳本中實現。這個 state 類可以把它當成每個具體狀態的模板，按照這個模板去實現具體的功能就可以了。介紹完 state 這個父類，我們來到 Godot， 創建一個有限狀態機的節點數。首先添加一個最基礎的 node 節點，命名為 state machine。接下來在它的子集下面添加需要實現的狀態節點。state machine 節點負責統籌所有的狀態，它只關心3件事：有哪些可用的狀態，當前應該由哪個狀態負責，如何優雅安全地從一個狀態切換到另一個狀態。來看一下 State Machine 具體的代碼實現。在 Ready 方法中便利了所有的子節點，並且把所有的子節點都放在了這個字典裡面，連接了所有狀態的信號，為每一個狀態的 Charitor 赋值。這部分功能是設置初始狀態。由於使用了 Export 注解，可以在編輯器中配置初始的狀態，通常就是 idle state。這部分也很好理解，就是執行當前狀態的邏輯。這裡是接收到信號的處理方法，也是狀態切換的核心邏輯。需要先判斷狀態是否存在，是否為當前的狀態。新的狀態不存在或者為當前的狀態，將不會執行切換。下面這部分是執行狀態切換的流程：先退出當前的狀態，然後再進入新的狀態。接下來看一下具體的狀態實現，從最簡單的待機狀態開始。進入時，確保角色的速度為0，並且再假裝播放待機動畫。因為不涉及物理上的變化，所以只重新實現了 POSIX Update 方法。按下方向左或者右鍵時，發射切換的信號，切換到 Walk State。根據方向鍵的輸入決定了角色移動的方向，並且在 FixX Update 中實現了角色的移動。此時鬆開方向鍵會回到待機狀態，而按下方向上鍵會切換到跳躍狀態。進入到跳躍狀態會先獲得一個向上的初速度。可以看到在 FixX Update 中模擬了重力的效果，並且可以在空中控制方向。狀態的切換基於物理特性，所以切換的邏輯也寫在了 FixX Update 中。自此，一個高內聚、低耦合、擴展性強且清晰可維護的有限狀態機就稚嫩起來了。它或許比一堆的 if、else 需要更多一點的前期配置，但是当你的項目變得複雜時，這份投入是非常值得的。
那麼今天就先到這裡，我們下次再見。